对于位长期和各位分享不少散热器体验的媒体老实说，2025年暂时还没有一款让我很惊艳的散热器款式也许在来临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2025能够看到让我眼前一亮的新品吧。虽然今年还没遇到让我惊艳的散热器款式，但不代表去年2024就没有。其实，在2024年就有好几款散热器产品是我个人觉得挺惊艳，但却一直没机会体验。而如今总算来了，这所谓迟来好过没到，对吧？而这一次拿到的散热器是来自 Tri-S 的 Panorama ARGB 360水冷，当然一同到我手上的还有 Tri-S 的 Luca L70机箱以及 Lota S1 ARGB 12厘米风扇。除此之外，还会顺带体验一些我没体验过的产品，正好可以将所有产品组装在一起，并和各位好好分享这一款 Tri-S Panorama ARGB 360水冷。Tri-S 在2024年新创立的品牌，致力于打造更具创新以及个性化的散热产品。而这款 Panorama ARGB 水冷就是 Tri-S 的第一款产品。从包装设计与质量就能明显感受到 Tri-S 独特的个性化设计。整体包装的质感非常好，第一印象就会让人感觉是一款非常高端的产品。打开包装后会先看到详细的产品说明书，接着就是2个配件盒，其中一个是 CPU 控具盒以及散热膏，另一个则是风扇以及 ARGB USB 控制器。配件收纳非常的明确简洁，吹风扇是出厂就安装在冷排上了，节省了用户的安装时间，并且采用高质量环保收纳袋包裹着。水冷头的体积非常大，其实是因为采用了分体式 AMOLED 屏幕，这块屏幕是 Panorama ARGB 水冷的核心特点。稍后我会单独给各位详细介绍。原本在冷头底座上是预涂了散热膏，但由于我这一颗水冷是代理商发给我的样品，估计之前是已经上机使用过的，所以这里就看不到预涂散热膏的样子。如果你是 CPU 散热器的发烧友，应该会觉得 Panorama ARGB 水冷的本体设计有点熟悉的样子那是因为它采用了 S2 代8代 V2 水冷的方案，而且有一个小细节需要和各位分享，那就是这一款实际上和他们在2024年刚推出的时候有些许的不同改进。其中一个改进点就是从 S2 代8代方案升级到了8代 V2 方案。S2 代8代 V2 主要是优化了 Intel Core Ultra 200S 平台设计的兼容性，水分性能也稍微提升了一些，从而让散热性能更为突出。也就是说，相比起采用 S2 代8代的 ROG Eugen 龙神3代，它的水冷本体质量以及性能会更好一些，因此完全是值得信赖的。再有搭配最新的 Intel Core Ultra 9285K 处理器测试，在默认250瓦功耗下进行 IDA64 单烤 FPU，CPU package 平均温度落在79度，略胜 ROG 的龙神3代2度。接着我切换到解放功耗强，同时超频至满载300瓦功耗。Panorama ARGB 360水冷表现依旧不错，甚至和 ROG 龙神3代的温差拉开到了3度，散热性能表现完全可以放心。之所以在散热性能这一块只简单和各位做分享，那是因为它的核心卖点其实是这一块独特的屏幕。它搭载了一块6.5英寸的 AMOLED 曲面屏，屏幕本身有着 2K 分辨率与60赫刷新率，并且有着400尼特的亮度以及100万比1的超高对比度，同时内置一颗4核心的运算处理器，搭配2GB 内存以及8GB 的 RAM， 即使显示超高清画面也不会额外占用电脑处理器的资源。而在这一些显示规格的支持下，实现了超高清裸眼 3D 的特性。我只能说，真正的肉眼看过去是真的非常好看，也很惊艳。这部分我很难通过视频拍摄给各位完全展现出来，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它是我目前接触过众多带屏水冷里屏幕视觉观感最好的一款，且没有之一，而且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断层领先。Tri-S Panorama ARGB 水冷的另一个值得分享的点，就是他们原厂搭配的 Roda S1 ARGB 风扇。这款风扇相较于去年刚推出时搭配的 Roda ARGB 风扇，主要是改进了全新的一体式串接设计。风扇之间采用了针脚触点进行拼接，最后通过一个带磁吸的连接线引出4B PWM 以及 ARGB 线。安装与理线的体验非常简易轻松，同时风扇采用了全新的 ARGB Gen 2灯珠，实现更高自由度的灯光设定以及玩法。
另外，作为一款带屏水冷，软件体验与稳定性也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开始进入到软件体验之前，先和各位大致介绍本次装机的其他硬件。处理器为 Intel Core Ultra 9285K， 而主板是华擎 AS Pro、Pentium 跟敏记890 Nova WiFi。显卡是索泰 Zotac RTX 5070 Ti-AMP Extreme Infinity， 内存是海盗船 Corsair Dominator Threadripper DDR5 6432 16GB×2套条。硬盘也是来自海盗船 Corsair MP700 Pro 2TB PCIe 5.0， 电源是 FSP Hydro GT Pro 1000瓦机箱来自 TriS 的 Luca L70 海解放机箱，并且额外加装5把 Roda SL ARGB 12厘米风扇。最终我把整台电脑的硬件给列出来，方便各位做参考。另外我这里也给各位展现装好后的整体视觉观感。最后要和各位分享 TriS 水冷与风扇配套的康纳利软件。这里我先简单给这款软件一个体验总结。软件的整体稳定性与成熟度非常之高，甚至比起很多一线品牌的屏幕控制软件的体验更好、更灵敏。首先就是软件内就预设了不少适配裸眼 3D 的主题，几乎每个主题的观感质量都非常高，而且会不断更新新的裸眼 3D 主题，非常适合那些不喜欢自己动手客制化的用户。当然，对于喜欢客制化的用户，康纳利的可玩性也非常高。除了支持常规 MP4、JPEG 以及 GIF 格式文件，还有一些独特的玩法比如可以将双面曲面屏分割成两面单独显示，各自展现独立的画面与信息。同时也提供了非常多信息展示的支持包括但不限于比如内存温度以及硬盘温度等。除了屏幕显示控制以外，康纳利软件也能够通过自带的 USB 控制盒来控制风扇的转速以及 ARGB 灯光模式完全不用担心主板自带的灯控软件可玩性不足的问题。最后就是价格与保修了TriS Panorama ARGB 360水冷目前在马来西亚的官方定价为1699令吉，有黑白双色可选择，也有不带 ARGB 风扇的款式，以及青春版 Panorama SE 的型号包括除了360也提供了240的款式选择其他款式的相关售价我就放在屏幕上给各位参考。保修的部分，由于采用了 SRD 的水冷方案，因此水冷本体自然是给到了6年的完整保修屏幕的部分则是提供了2年的保修具体的保修细节也可以到 TriS 的官网查看。总结这一次的 TriS Panorama ARGB 360水冷体验，整体体验下来最惊艳的部分自然是这一块超高清的裸眼 3D 曲面屏其实目前为止我觉得应该是所有带屏水冷里屏幕素质与观感体验最好的一款了。加上采用了 ASRock 的水冷方案，在屏幕体验之外也给到了不错的水冷本体品质与散热性能以及成熟稳定的软件体验你真的不太需要担心买回来之后会有糟糕的体验当然除了以上的优点缺点的部分也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就是价格定位属于偏高端的族群所以它并非是一款高性价比取向的水冷，但考虑到屏幕本身的素质与规格，加上 ASRock 代工方案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它带给你的观感体验，这个售价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另一个缺点就是套上了这块曲面屏后，整个冷头的体积非常大不太适合搭配小型机箱来使用，特别是 ITX 爱好者基本上是完全不需要考虑了。最后就是这一块曲面屏只有固定的安装朝向想要改变曲面屏的位置，就只能改变水冷头的安装方向。不过这就会有可能导致散热性能受到影响，又或是水管的方向显得不太好看如果屏幕能够实现不同转向的安装，那么会极大加强了整体的自由度希望下一次 TriS 能够认真考虑这一点。另外碍于篇幅的原因，我这里只是简单概括这款 Luca L70 机箱的体验如果你对于机箱的质量非常有要求，那它的质感、用料以及整体体验绝对会是在第一梯队的等级，而且可玩性也非常高确实展现了 TriS 的独特性与个性化风格除了体积比较大以外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存在，各方面的体验都是挺棒的。要是 TriS 能够推出更多不同形态但保持这类质感的机箱，那我觉得一定能吸引到不少人的期待 TriS 之后的新品。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与支持，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也不妨点个赞觉得内容有用的新观众也不妨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旁边小铃铛。那么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